哎，大家伙儿早喽！5月10号星期六周末了，今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咱们还是在直播间聊聊跑步，聊聊马拉松。今儿一身轻功，今天说下雨，可能一会儿就得下。今天穿的是普通短裤，但是腿晒的，有俩色儿。今天穿的是薄底鞋。今天聊点什么呢？昨天那40公里跑完，我看评论区看弹幕，有很多小伙伴，有新观众，可能也有老观众，有一些想讨论的东西，或者就是我想分享一下，这么多年11年了，对我对长距离的认识和解答一些观众们的疑问或者是讨论。但是我先声明啊，我说的就是建立在我现在的理解体系下。你看去年跟现在想的不一样，前年跟去年想的不一样，也许到明年我跟现在想的也不一样。每一个阶段一个想法，好吧？那咱们就大本城出发，今天轻松跑一圈，看看不到6点的大本城还没开始下雨。今天可能他们要合练，打个招呼。那就跟着小伙伴们跑一趟吧，看能不能跟住，好不好？因为之前没有约，因为这个树都是银杏，大阪城这条主路上银杏多，然后河边和那边都是樱花多，那银杏叶已经长出银杏叶的形状了。跟着大部队跑了一个4分配的5公里，第1公里4:05，之后都在4分以内，3分58、3分57，差不多。今天不能再跑了，虽然还可以，而且今天穿了个薄底鞋。这也不知道谁，昨天的游客可能是掉在地下的小娃娃，脸朝下了。有小伙伴问那瓶水怎么处理的？就是我们集合的那儿，这游客中心这儿放在那儿，然后你们这儿不是一个转盘吗？从那儿取了水，然后这一圈转过来，喝完再放回去，就跟马拉松比赛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只能放在可能跟膝盖差不多高的台子上，所以
就不像马拉松那种从桌子上拿，弯一下腰，然后再这样放回去再跑。这也是这个转盘的一个小优势。那咱们接着就分享一下到现在为止我的长距离的心得经验，还有大家昨天在评论区讨论的一些话题。看，第二组的小伙伴也回来了，快到。有小伙伴说：“你这个训练超过了2个半小时呀。”其实，不夸张的说，我其实不太知道2个半小时是什么梗，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是觉得，就我是初跑者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也不是按时间来训练，最早我为了减肥，我在健身房跑步机，我就看那跑步机上那热量，我知道那不准啊，那热量1到300，我就停，不管多远。那时候可能3公里多一点就到了。现在看起来，那个时候我跑3公里可能不到300，也许是270或者280，差不多。后来我就一直按距离训练，因为很多时候都是通勤跑，你不能按时间呀。你按时间你没到呢，或者你过了怎么办呀？就按距离。对，所以我很少按时间跑。但是如果小伙伴们问说初跑者，那初跑者肯定是建议不要跑我这种长度的，那不现实，你跑不下来，对不对？你跑完一天歇2礼拜或者受伤得不偿失。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在今年的夏天开始增加35公里和40公里的训练，就像夏训之前我分享的，就是我看会长他们，包括肯尼亚的运动员、专业运动员，他们有40公里的大课。一开始我是没敢尝试40的，我是尝试了2次35，我觉得差不多。昨天尝试40，就是并不是说你这样做了你就是运动员，肯定不是的。你只是说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训练我都想体验一下。至于它科学不科学呢，1次2次是不能证明什么的。但是昨天练完以后，我的感受是，我觉得它有用，因为那个30到35公里冲一冲和25到30冲一冲完全不一样。但是你们这样想，像专业运动员或者是高水平的业余选手，他们平常有40公里大课已经成为一个规律的话，那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30到35的冲刺和35到40的冲刺是完全不能比的，或者再往后错5公里，对不对？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就这个情况啊，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肯定会这么认为。那你想，如果我以前觉得30到35冲一个5公里就很累了，和他觉得可能35到40冲一个5公里才有点累，这2个人站在同一个赛场上，那谁能跑得更快，谁的成绩更好？肯定是他，对吧？所以这不就是很浅显的证明这种训练有用？我也明白很多科学训练怎么样说你不要这样做，我同意的。我觉得这样做可能就是高风险高收益高风险中收益。然后大部分的科学训练讲究的是低风险，然后呢比低高一点的收益。完全不科学也不训练的呢，就是低风险更低的收益。然后严肃一点的水平高一点的科学训练差不多中风险然后中收益，就是这样。我用了一个中高风险去搏了一个中高收益，就是你什么事情干到自己的天花板或者是大众的普遍的高水平的时候，你总是要用高一点的风险去搏一搏收益。这就跟你做金融做股票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想让你靠人工智能然后不停的
低收益赚钱，或者就想说咱们去工作，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其实就是低风险低收益的谋生，对吧？那你时不时的，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那你把风险提高，你的收益就会相对提高。哎，加油加油！就这么回事儿。之后有的小伙伴问说，像这种训练和比赛前后怎么安排和调整？就首先这个训练和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赛怎么调整？今天咱们不说，就说训练。这个训练不用刻意的调整，因为为什么说它跟比赛不一样呢？我推荐大家试试渐加速，或者是最后冲一冲的长距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既能基本上模拟一下马拉松到后面的感觉，又不至于对身体造成一个太大的损伤。就我今天的身体感觉就是有疲劳，但是没有损伤。马拉松赛后是两者都有的，所以这种渐加速，我的觉得意义就在这儿。像昨天我跑到30公里的时候的感觉，大致上就像我比赛时候跑过半程的感觉，差不多。但是呢，那30公里对身体的损伤和正式比赛跑到21公里，我觉得不一样，还是少很多的。然后呢，冲那5公里的时候，其实比较快，就平常训练来说比较快，比马拉松配速快2-3秒。这个状态就是你觉得就像马拉松跑到30多公里那感觉，因为它毕竟是平时训练，你的准备、你的补给、你的减量都没有，就够了。这样呢，你既能体会到那个感觉，然后也能练到最后的坚持，同时你身体呢没什么损伤，就是只有疲劳。然后像之后，比方说你看今天如果没有遇到大家，我今天就轻松跑10来公里，我就回去了。然后明天再轻松跑一天，基本就缓过来了。然后最后一个训练日，就我的第4天，再跑一个匀速或者有点变化，结束这一周期，休息1天，就这么回事儿。这一个周期最大的收获也就拿下了。然后就是建议，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初跑者是完全不需要这样的。包括很多小伙伴说，我做不到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我已经跑了2年了，总是一抬腿就逼近差不多不行的那状态。我说我这样持续了大概有5-6年，可能有6-7年，这很正常。我觉得长距离训练对于绝大多数小伙伴来说，30公里足够了，而且不需要总跑。你在备赛期这个时候可以考虑，比方说1个月2次，或者是2个月3次，像我可能会稍微多一点也就够了。因为还是我一开始说的，它的风险比较高，然后收益呢不一定能用1-2次体现出来，但是呢你又不能跑很多次，对，就这么回事儿。它是我觉得它是最后还能让你有一点进阶，或者精神上有一点训练的办法。看他们已经跑过来了，到。太出场了，哎，太高了，到。要他一声啊！
5月10号星期六，训练结束，今天跑了14公里，而且比想象的跑得好，就特别的巧，因为本来天气预报说今天早晨下雨，之后平田先生说那这周的平田先生的早训练就休1周，但是我今天到大阪城差不多5点46左右，比5点45晚一点，我看大家刚照完相，我说那今天刺激一下，一起跑个5公里，我也没问大家多快，我估计可能是4分左右，然后一起4分跑了一个5公里，所以今天整个14公里的平均配速4分50多，中间有5公里的整体的平均配速在4分，大家跑得特别稳，就这个控速能力我做不到，每次大家带的都特别稳。行吧，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长距离，包括就像我们这种4分钟在一起跑，就是有时候你会这样想，如果你从来不想着跑快一点的话，总觉得应该说我要慢慢的，我要控制心率，我要怎么样，那你永远都不可能跟着4分钟的队伍做这种训练。可是4分钟的队伍里这么多朋友们，大家也都是普通人，都要去工作，所以只有周六来练，来一起合练这么一个长距离。那大家是怎么跑到4分的呢？没有人说一抬腿就有4分跑20公里的能力的，是不是？不管是长距离还是速度训练，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就是低风险低收益没有问题。如果是锻炼身体，就是锻炼身体，其实就是低风险低收益。就是每天我快走，或者说去公园跑走这样，它就是低风险低收益。而且呢，收益的天花板是明确的，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比方说找一个很稳定的工作，那你今生的收益的天花板就是你的财富上限，那就是固定的，或者说你的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感，它就是固定的。所以时不时的捅一捅往上，对吧？这就是挑战，时不时的挑战一些高风险，有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有的时候可能就过去了，是不是？就算带来风险也没关系，时间还长得很。马拉松对很多人来说是可以干将近一辈子的事情。行吧，不成熟的分享。那这么着，咱们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直播间见吧。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